在权力的游戏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他不贪婪，不享乐，不沉迷权力，他兢兢业业，公私分明，他一生都在强调一件事，这不是要不要的问题，作为劳勃的继承人，王座就是我的，这是法律。他不是坦格利安家族那样的疯王，不是乔弗里那样的暴君，也不是小手指那样的阴谋家，但他却做出了整部剧中最令人无法直视的决定之一。他是斯坦尼斯·拜拉席恩。今天这一集我们并不会讨论他做的那些事情到底对不对，而是要涉足一个更加危险和隐晦的问题：坚信自己是正义的，到底是对还是错呢？这个世界到底能不能容下绝对的正义呢？史坦尼斯的一切要从他的成长位置说起。他是拜拉席恩家族的中间的孩子，他的哥哥长兄劳勃·拜拉席恩只比他大了1岁，但是身材高大，性格豪爽，以骁勇善战而著称。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面容修整得干干净净，眼神清澈又迷人的男子，被所有人喜爱。在篡夺者战争爆发的时候，劳勃就已经是风息堡的公爵，又因为拜拉席恩家族与坦格利安家族的血缘关系，劳勃早早的就被当时的叛军捧为领袖人物。而史坦尼斯的弟弟兰里年龄要比史坦尼斯和劳勃小许多。当劳勃去世，列王纷争四起的时候，兰里才刚刚20岁出头而已。他生得身材高挑，相貌英俊，一头黑发直披到肩膀，并且永远梳理整洁。他喜欢将胡须全部剃光，许多人都说他长得和年轻时的劳勃异常相似，也因此他看起来总是魅力四射，招人喜欢。而史坦尼斯呢，他肩膀宽阔，四肢健壮，面容紧绷，皮肤经烈日长期暴晒，坚硬如铁。虽然他还不到35岁，头上却只剩下一些黑色的细小的头发，宛如王冠的影子，环绕在双耳之后。他把胡子修得又短又齐，覆盖住他的方下巴和两颊的颧骨凹陷。在一双浓眉之下，他的眼睛就像2个伤口，深蓝有如黑色的汪洋。人们印象当中的史坦尼斯嘴唇苍白细薄而紧绷，早已忘记了如何微笑，更不知开怀为何物。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缺乏幽默感，固执而且极少原谅他人的男人。他寡言而又沉闷，有着众所周知的正义感，绝不会做出任何的让步。大家发现他在沉思的时候有着轻轻的磨牙的习惯，也普遍都认为他不懂得谦虚，也不懂得阿谀奉承。总结成一句话，相比他2个讨人喜欢的兄弟，史坦尼斯严肃寡言，低头做事，不讨人喜欢。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会和劳勃与兰里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现代的心理学相关工作者们在著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有关于儿童出生顺序理论的基础上，大体上都会认为，在一个多子的家庭当中，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更有可能会发展出成功者或者是领导者的人格。他们虽然会有比较强烈的控制欲，也在乎对错，但也会努力取悦他人，而且更容易变得可靠，愿意保护他人。这也符合中国人传统观念中长兄如父，长女如母的观念。而排行老2的孩子要跟老大分享来自父母的爱和关注，但又常常以老大为榜样，所以会变得更有竞争性，会慢慢长出第一个孩子身上所没有的一些特质，
以此来吸引父母的注意力，而且相对于老大来说更加反叛和渴望独立。而最小的孩子因为哥哥姐姐们已经慢慢长大，独立性越来越好，所以幼子往往会获得父母更多的关注。他们通常会发展出更加迷人的人格，表面上看有可能会表现得更像是一个独生子女，但会更多的依赖别人来替他们做出决定。当我们把现代心理学中对于儿童成长和出生顺序的这套理论套在拜拉席恩三兄弟的身上，我们会发现竟然如此贴合。史坦尼斯作为夹在中间的老二，年龄上又更加接近老大劳勃，所以在他的身上能看到许多劳勃身上的优秀的特质。他也英勇善战，在围攻君临城的战斗中身先士卒，早年在丰西堡围困战当中也竭尽全力战斗到最后。而他作为老二，在成长过程中又会发展出一些他独有的人格特质，例如为了和哥哥争抢来自父母的关注，他变得更加注重规则，追求稳定、公平和可以预测。于是在这样的成长背景下，史坦尼斯学会了一件事：不要期待别人会主动来关爱自己，而是要自己去争取。争取的手段和方式就是正确，只要坚持正确，一切就都会有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史坦尼斯不需要被理解，他只需要被承认是对的。由于史坦尼斯和劳勃的年龄差距很小，而多子家庭的老二又总是会不经意间以老大作为自己的榜样，所以史坦尼斯在小的时候非常有可能会认为哥哥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也一定能做到，我和哥哥是一样的，我不会比哥哥差。而在原作当中，在他13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因为沉船事故而双双葬身大海，因此史坦尼斯开始憎恨七神，因为他本来就要跟哥哥劳勃和年幼的弟弟来争抢来自父母的关注，这点不够三兄弟分的爱，突然间又被七神夺走了。也因此史坦尼斯变得更加阴郁和沉默寡言。从心理结构上来看，长大后的史坦尼斯表现得有点像是强迫型人格。这种人格的特征是会倾向于完美主义、固执、犹豫、严格遵守道德规范、疏远人际关系、难以表达热烈的情感、过度专注于细节，反而导致事情做不好，苛求自己也苛求他人。我们看到的史坦尼斯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世界必须是非黑即白的，在他眼里，规则高于情感，正确比什么都重要，不存在模糊和妥协，按部就班，固执而刻板。更糟糕的是，在史坦尼斯的人生当中，他的这份严肃、认真，甚至是认死理的刻板，给他带来过无上的荣耀。在丰西堡围困战中，史坦尼斯坚持固守，始终不肯放弃，一直到戴夫斯冒着生命危险送来了整整一船洋葱和腌鱼，解决了史坦尼斯的食物短缺问题。在这之后，发生了史坦尼斯身上最颇具争议的一件事。尽管戴夫斯解救丰西堡有功，史坦尼斯奖赏了他一块封地，册封他为骑士，但因为戴夫斯过去一直从事非法走私行径，因此史坦尼斯坚持斩断了戴夫斯的手指，作为对此的惩罚。没错，史坦尼斯的世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黑白分明，只有应该，没有模糊的中间地带。而这个时期，史坦尼斯还不到18岁。戴夫斯为此对史坦尼斯忠心耿耿，
这也让斯坦尼斯开始觉得自己的这一套人生哲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劳勃并没有因为斯坦尼斯的赫赫战功而给予他应得的奖励，他把风息堡给了年轻的兰里，却只是让斯坦尼斯去了龙岩岛。斯坦尼斯毫无怨言，在劳勃成为国王之后，他都任劳任怨地服务于哥哥劳勃，因为劳勃是长子，获得王位理所当然，他作为次子服务于劳勃那是应该的。相反，他无法理解兰里的人心政治，他厌恶用魅力来代替他所谓的合法性，把被别人拥戴视为是不正当的手段。而应该这两个字第二次帮助他发现了一个谁都不知道的惊天秘密：乔弗里并不是哥哥劳勃的亲生子，因为劳勃在君临城里所有的私生子都有着和劳勃一样黑色的头发，而他和琼恩·艾琳通过翻阅家族谱系得知，已知的所有拜拉席恩家族和其他家族通婚后的子嗣都是黑发，也因此瑟西生下的3个孩子应该是黑发，但却是金发。这一次斯坦尼斯不知道的是，他的人生从此开始就被应该这2个字紧紧地捆缚住了。而这种捆缚在他遇见梅丽珊卓之后，开始将他推向了无尽的深渊。梅丽珊卓是光之神的女祭司，她能够在火焰中看到神谕，由此他告诉斯坦尼斯，王位是他应该得到的，因为劳勃死后瑟西的孩子都不是劳勃亲生，斯坦尼斯拥有正统的继承权。但斯坦尼斯没有想明白的是，梅丽珊卓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真正的王子这样模糊的信息，而这个模糊的信息遇到了斯坦尼斯坚硬顽固的人格，碰撞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自我暗示：我就是那个真正的王子，神谕说的就是我，我是被选中的那个人。简而言之，这是一个缺乏内在自我价值感的人遇见一个告诉他你是被选中的人。梅丽珊卓给了斯坦尼斯3种心理暗示。从意义角度上来说，你所遭受的痛苦不是白费的，它会为你带来丰厚的回报。从合法性上来说，你既有血缘和世俗道德与法律的合法性，也有神的支持。而第3种最致命的心理暗示就是牺牲你的血统不是一桩罪孽，而是你的使命。于是斯坦尼斯的世界再也没有了自我怀疑，而当一个人不再需要怀疑自己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合理化了。斯坦尼斯写信给全国各地的大小领主，告诉他们红堡里的那3个孩子根本不是劳勃亲生的。他对外宣称自己才是铁王座最正统的继承人，因为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在那之后，斯坦尼斯默许梅丽珊卓杀死了兰里。许多观众会觉得他只是除掉了自己称王道路上最大的一个阻碍，毕竟兰里也有着拜拉席恩的血统，并且兰里兵力充足。更重要的是，兰里深得人心，有许多人都支持兰里继承王位，这在斯坦尼斯看来是非常不正确的一件事。按照继承顺位，他才是应当继承铁王座的正确人选。杀死兰里的那个黑影被凯特琳和布雷尼看到了，那是一个有着斯坦尼斯面孔的黑影。站在荣格学派的角度，那正是斯坦尼斯自己内心深处一直否认的人格阴影。他自己认为自己守法、正直，不滥用权力，黑白分明，但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夹在中间的次子，从小就对大哥劳勃和小弟兰里生出了嫉妒，对被爱的渴望，对没有被选择的不安，对被取代的恐惧。
以及由这些衍生出来的对破坏秩序的痛恨，所有这些构成了斯坦尼斯的人格阴影。他不断用自己的人格光明面来强化自己，从来都没有直视过自己的人格阴影，甚至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讽刺的是，斯坦尼斯受到梅丽珊卓的影响而改姓的神明也叫做光之神，可他没有想过，凡是有光亮的地方一定就会有阴影。他的阴影在剧中具象化杀死了兰里，因此斯坦尼斯再也没有了退路，他必须尽快夺得铁王座，以此来向世人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当他的舰队在黑水湾被大火毁于一旦后，他都没有撤退，反而是率领剩余的部队开始强攻君临城，甚至他身先士卒，一度独自冲上了城墙。这本质上并不是因为他英勇善战，而是他不能撤退，他已经无路可退。当他战败后，他又借助梅丽珊卓的诅咒，咒死了罗伯·史塔克、巴隆·葛雷乔伊和乔弗里，这越发让他强化了自己的信念，让他觉得连光之神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让他觉得自己真的是那个被选中的人。于是他辗转来到北境，以铁王座正统继承人的身份争取北境各大家族的支持。他所不知道的是，北境那些支持他的人或许并不全都是因为他的拜拉席恩身份，而是大家都有各自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人本来就不喜欢兰尼斯特家族，有人企图在战乱时期取得更大的权力，甚至就连琼恩·雪诺也依靠着斯坦尼斯的军队才能够顺利得到与自由民谈判的机会。为了争取到大部分北境的势力，斯坦尼斯向波顿家族发起了挑战，而这也成为了斯坦尼斯失败的导火索。当时斯坦尼斯的部队在冰天雪地的北境已经待了太久，为了确保自己能够胜利，他再一次选择相信了梅丽珊卓，他牺牲了自己的女儿。当天晚上，他军队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不再认为跟随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大量的士兵和雇佣兵离开了史坦尼斯。而面对于兵力数倍于自己的波顿家族，史坦尼斯再一次生硬地选择了摊开战争部署，准备与波顿家族展开持久战。但波顿家并不像他那样死板，他们选择借助自己的兵力优势，直接用骑兵冲锋，一举摧毁了史坦尼斯所有的部队。讽刺的是，史坦尼斯在临终前看着眼前的布雷尼，在知道他曾是兰里的彩虹护卫，要为兰里的死复仇的时候，他只是静静地说出了继续你的职责，因为在他的眼里，这是兰里的护卫应该做的事。很多观众都会觉得史坦尼斯杀死女儿太过冷血，他从来都没有爱过女儿。但其实我们如果从心理学角度去理解，对史坦尼斯来说，在他世界里的规则是不允许用爱来参与思考和决策的。在他的世界里，情感等于软弱，犹豫等于背叛，怜悯等于动摇使命。如果我们把史坦尼斯和泰温放在一起，你会发现，虽然他们都失败了，但失败的方式完全不同。泰温用秩序来压抑情感，用控制来代替爱，把孩子当作家族的工具；而史坦尼斯用正义来压抑情感，用使命来替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把所有人，包括自己，当作完成使命的代价，只为得到那些符合规则的我应该得到的。泰温毁掉的是家庭，而史坦尼斯毁掉的是人性本身。史坦尼斯的一生没有被欲望摧毁，也没有被贪婪拖入深渊，他毁于一件看似高尚的东西——正确。他相信
只要正确，只要符合规则，一切事情就都可以被接受。但《权力的游戏》通过史坦尼斯这样一个角色来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拒绝承认自己也渴望被爱，那他迟早会用正确来摧毁一切。史坦尼斯不是怪物，他是一个从小就挣扎在被世人敬仰的大哥劳勃和被所有人都喜爱的小弟兰里之间的次子。他只是太渴望获得别人的注目和爱，而这才是他最深的悲剧。感谢收看本期心理镜头。如果你也喜欢史坦尼斯这个角色，请为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也是在 B 站上看到我的视频，请为我一键3连。你的支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是我能够继续下去的唯一的动力。我们下次再见。If you had to choose between Rhaenyra and Aegon, who would you have chosen? I wouldn't have chosen either. It's all the choosing sides that made everything so horrible. Sometimes a person has to choose. Sometimes the world forces his hand. If a man knows what he is and remains true to himself, the choice is no choice at all. He must fulfill his destiny and become who he is meant to be, however much he may hate it. It's all right, Father.